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今麦和谭松韵傻傻分不清，其实大可不必。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赵今麦这个小朋友了，不过讨论的最多的还是赵今麦和谭松韵长得很像这个话题。但其实他们两个有着自己的特色，不至于让人傻傻分不清。从气质来讲，他们的气质是相似的，都是偏幼态的感觉。不过现在赵今麦长开了，面部骨相基础有了发挥的空间，所以相比之下，幼态会减弱一点。两人细看之下，你会发现谭松韵的脸型轮廓不是那么的分明，也就是弧度平缓，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柔和。而相比之下，赵今麦的轮廓正面看是更具有钝感的，也就是柔和相对较弱。五官来讲，他们的眼睛相似，都是杏仁眼，圆圆的，很可爱，而且都毫不逊色。不过赵今麦略微有点下三白，再加上面无表情的时候嘴角自然向下，所以面无表情的时候比谭松韵会多一点清冷感。而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向上，苹果肌饱满，眉眼弯弯，又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少女。还有一点就是她们的下颌角，赵今麦的下颌角轮廓更加的明显，而谭松韵的下颌角呈现的弧度则是相对平缓，进一步为她的柔和加分。眼型相似，但赵今麦有点下三白，再加上面无表情的时候嘴角自然向下，所以气质是甜美中带着清冷。谭松韵脸型和下颌角更偏柔和，再加上嘴角嘟嘟，眼型可爱，所以气质更偏向可爱活泼的邻家妹妹。同样是减龄圆脸，赵今麦和谭松韵是撞型了吗？因为电视剧《少年派》的热播，让不少人通过这部剧认识了其中的女主角赵今麦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和张嘉译出演父女了，两个人之前在我的体育老师中就已经有过合作，当时赵今麦的演技也取得了很多人的认可。这一次在少年派的角色林妙妙也让大家印象深刻。赵今麦的演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是林妙妙的人设可能越来越不好了。赵今麦的年纪很小，但演技已经能够让大家注意到她了，未来的发展应该也是来日可期的。而且最近有不少人都觉得赵今麦和谭松韵挺像的，有点撞型的感觉。谭松韵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出演《最好的我们》被大家熟知，谭松韵的演技也不差，只不过她会容易被大家说经常出演同一种人设的角色，不是傻白甜就是玛丽苏。不过谭松韵出演傻白甜是不会让大家反感的，她的颜值就是属于很可爱的类型，笑起来很甜。即便谭松韵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但她现在出演学生，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就像当初她和刘昊然的年龄差也不小，但是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们就是最好的余淮和耿耿。而赵今麦和谭松韵的相似之处，应该就在于两个人都是圆脸，都很减龄吧，而且都是属于可爱类型的，笑起来很甜。但是相比较而言的话，还是谭松韵比较成熟一些，而且我们对于赵今麦的可塑性看到的也是有限的。不过赵今麦最近被曝光正在拍摄一部古装剧，还是和潜力新人林一在一起合作的。谭松韵也有古装剧待播，不知道两个人的古装剧会不会也有相似。总而言之，撞型倒不至于，两个人有某些地方相似倒是可以看得出来。两个人的年纪也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，不过以后在资源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争抢和比较的。目前看来，谭松韵的路人缘要比赵今麦好很多，赵今麦才刚刚开始，来日方长，不能够这么快下结论。两个人没有撞型，但颜值上好像也没有一个高下。二，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。谭松韵一直是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演员，
也是唯一一位直到现在演高中生也不会觉得太反感的女明星。真正认识她并记住她的名字，是从最好的我们开始。耿耿于怀，带着多少人梦回那年的高中，那年的教室，那年的同桌。当时根本没有在意过谭松韵漂亮不漂亮，只是觉得从她的身上真的感受到了一个高中女生的快乐与烦恼。她所经历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，又是那么的让人怅惘。是谁还在追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？真正爱上她，是在锦衣之下。这部剧前后看了3、4遍，原著小说也看了至少2遍，真的是太喜欢了，喜欢到觉得除了她，简直没有人能演活小说里袁今夏这个角色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那种明明知道她是一个女孩，可是有些时候你却会忽略她的性别，感觉她在男人堆里也丝毫没有违和感，做的了男人能做的事儿，担的了男人能担的责，又撒的了男人撒不了的娇。总之，无论是穿着男装还是女装，无论是在乱战还是在恋爱，处处都合适，处处都让人觉得熨贴。而后来的以家人之名，更是对她爱得欲罢不能。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羡慕李尖尖。虽然尖尖没有妈妈，但是她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俗气一点讲，就是尖尖这样的孩子，只有爱多的要溢出来的家庭里才养得出来。有人说过，如果一个孩子有100颗糖果，他怎会介意分享？而如果一个孩子只有2颗糖果，你又凭什么要求他分享？尖尖能去拯救凌霄，能去温暖贺子秋，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爸爸李海潮给他的满满的爱，坚定的爱，永远也不会变的爱。当然，除了以上3部，谭松韵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比如最近的《你比星光美丽归路》、锦心似玉、亲爱的麻阳街、向风而航，请叫我总监。还有稍微早一点的《浪花一朵朵》、狐狸的夏天、民初奇人传特化师。当然，除了主演的剧集，谭松韵饰演的旋风少女《甄嬛传》里的角色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希望谭松韵的笑容能永远这么美丽，也希望以后能看到谭松韵更多更好看的作品。